美日通话内容曝光，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。战机瞄准 F-15，辽宁舰反程驶向日本海域。美特使和平协议马上达成，28点砍成20点。特朗普施压乌克兰选举，欧盟力挺泽连斯基。乌克兰国防预算大增，抗俄战力再升级。乌军反攻开启，夺回泰克镇，将俄军打出沃夫夏河。德国成立反无人机部队，俄机若再挑衅，马上开火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大家认为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掀起亚洲争端？原因众说纷纭，最大的可能多认为他想拉美国入局。但就结果来说，美国给出了让人失望的答案。不久前，特朗普给高市早苗打了个电话，具体内容没有公开，我们只能从高市早苗的采访中窥探个大概。按照高市早苗的说法，他和特朗普承认了美日紧密的朋友关系。至于其他内容就不方便透露了。这话刚说出来，大家挺开心的，都以为美国这是在为日本站台。还有人称之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。结果最近《华尔街日报》直接将通话内容公布了出来，跟大家料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根据报道称，特朗普要求高市早苗克制对台言论，言辞相当严厉，还直接点名高市早苗不要插手台湾问题。这番话几乎直接点明自己对亚洲局势升温非常不满。对于一直想借台湾有事扩充军备的高市来说，这着实是个不小的打击。同时大家也没搞懂，这就是所谓的紧密的朋友关系吗？实话实说，特朗普的回复并不让人意外。要知道，特朗普是个生意人，喜欢灌谈利弊，而不是看立场。特朗普刚刚跟中国通过电话，谈得还不错，自然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日本这个坏了大事。而且他现在一个头两个大，俄乌和平协议还没谈拢，加勒比海地区形势日益焦灼，这下又来了个亚太危机，特朗普哪里还有心情理会高市早苗？据彭博社报道称，这架中国的歼15与日本自卫队的 F-15在空中相逢，虽然只是偶遇，但是双方一点也不客气，直接将意外升级到了可能涉及火控雷达照射的准实战级别对峙。日本方面称，其战机已被中国战机雷达瞄准，这在军事上通常被视为按下导弹发射按钮前的最后一步。而中国方面则回应，日本战机先过来干扰训练，严重危害了飞行安全。由于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火力军这里就不讨论到底谁对谁错了。火力军想聊的是，亚洲局势或许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。以前中日战机在海上会面，可能只是远远的看一眼，拍个照就走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互相干扰、互相锁定，甚至长达30分钟的缠斗。此外，海上的对峙同样加剧。据日本防卫省称，原来这架歼15是从不久前驶入西太平洋的辽宁舰上起飞的。辽宁舰现身东海后，穿越日本西南诸岛周边海域，后来靠近冲绳，反常的朝东北方前进。这些行动足以看出，中日对峙正已愈演愈烈。总的来说，中日之间的博弈正在全方位升级，这片海域正在成为东亚最焦灼的火药桶之一。各位认为亚洲的局势将迎来怎样的结局？在亚洲打得热火朝天的同时，东欧同样热闹。俄乌和谈又传出新消息，美国特使最近宣布，和平协议马上达成。自从俄乌重新开启和谈，俄乌战争马上要大结局的说法一直没有停过，不过每次都是虚晃一枪。但美国特使凯洛格却自信表示，这次的和平千真万确，俄乌和平协议已经非常接近达成，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10米。首先，和平协议中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已没有多少分歧，大家都得到了满意答案。其次，泽连斯基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电话会议同样具有实质性成果。泽连斯基甚至表示，乌方将与美方真诚合作，以实现真正的和平。这2点就是凯洛格和平马上实现的依据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泽连斯基的最新讲话给出了不同答案。他说谈判很有建设性，但也直言并不容易，因为美国人给出的方案在乌克兰看来难以下咽。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称，双方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相谈甚欢，但在最根本的领土问题上没有谈拢。俄罗斯那边漫天要价，要求乌克兰从顿巴斯撤军，撤军就意味着乌克兰要将顿巴斯空手送出去。这个要求无异于做梦，眼看谈判又要陷入僵局，美国立马表示自己正在提出一个新方案。据最新消息称，这个新方案是将28点删减为了20点，重新删除了反乌条款。但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，对于领土割让问题，双方依旧没有达成统一观点。所以乌克兰代表团刚一结束谈判，就立马飞回欧洲，和谈条件太苛刻，他们得赶紧找欧洲兄弟商量能不能顶得住。对此，欧洲做了简单粗暴的反应，坚决抵制。德国《明镜周刊》爆料称，马克龙、莫茨这些欧洲领导人在电话会议里表示，他们已经对美国失去了信任。
马克龙甚至说出了那句重话：美国有可能在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，在领土问题上背叛乌克兰，也怪不得欧洲坐不住了。如果美国为了自己从战争泥潭抽身，真的把乌克兰卖了，那欧洲的安全防线也就彻底炸穿了。为了支持乌克兰，马克龙亲自飞往伦敦，跟泽连斯基、美国首相斯塔默、德国总理默茨搞个四方会谈，目的很明确，大家抱团取暖，坚决反对俄罗斯的蚕食。除了领土问题，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归属问题同样无法解决。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现在在俄军手中，乌克兰和欧洲都想要回来。这玩意儿要是出了事儿，那就是切尔诺贝利 2.0， 俄罗斯就不太开心了。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放狠话表示，美国必须对和平协议做出根本性的修改，否则免谈。所谓的修改自然是将核电站的归属划给俄罗斯。从顿巴斯的未来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归属矛盾，无论哪个问题都不太可能轻易解决。这样看，美特使凯洛格的最后10米比我们想象的更难跨越。既然和平协议无法阻止俄罗斯的侵略，乌克兰便决定以战养战。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，乌克兰国会正式批准2026年度预算方案，其中约有643亿美元砸进了国防预算中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643亿美元占据了整个 GDP 的30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乌克兰人每花出10块钱，就有3块钱被用拿来买枪、买炮、发军饷。这种典型的战时经济表明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决心。预算方案出炉，但问题也来了，乌克兰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们不妨先算一笔经济账。乌克兰明年的收入预计只有约688亿美元，但是支出和收入的差距约等于 GDP 的18.5%。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，可能都可以提前宣布破产了。但乌克兰政府却很淡定，因为欧洲那边放话了，这钱我来掏。欧盟已经承诺提供1050亿美元的援助，确保乌克兰在2026到2027年间的财政得到保障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向乌克兰提供贷款，加上约2100亿美元的被动解额资产，随时注入乌克兰国库，足以满足乌克兰的国防预算需求。按照国会规划，这笔巨款将用来采购最先进的防卫装备，研发无人机和导弹，给前线拼命的战士们发放津贴和补助，让每一分钱都成为抵挡俄军火力点。预算案的提出极大鼓舞了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士兵。根据第67独立机械化旅的频道称，乌军经过周密的作战计划，已重新夺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西涅尔尼科夫区的泰奇村。乌军将俄军赶出了村子，并彻底清除了该定居点的敌军。此外，据 RBC 报道，第聂伯罗方向乌军夺回了伊万尼夫卡，还挫败了俄军在沃夫恰河上建立桥头堡的企图。该河流是乌克兰东南部的分界线，贯穿顿涅茨克与第聂伯罗。夺回该河预示乌克兰的反攻取得极大的成功。在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乌军还兵分3路围攻，并于城内成功会师，城中俄军被全数歼灭。这一行动打脸了普京之前所谓控制库皮扬斯克的言论，而瑟尔斯基将军也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，普京的说法是虚假的政治叙事。乌军目前已将俄国武装分子从势力清除，残余敌人被驱赶到了东北郊区或奥斯基尔河对岸，乌军始终掌握着优势。对此，火力军的观点也一直没有变，只要战斗还在继续，乌军就随时有机会重创俄军，一直打到俄军回老家为止。乌军的战斗还在继续，世界另一头，乌克兰的盟友德国同样准备对俄罗斯重拳出击。根据彭博社消息称，德国正在加快机场的反无人机防御建设，并已着手打造了一支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。德国这波操作不是闲的没事做，而是对俄军无人机侵扰的强烈回击。光是今年前10个月，德国机场附近就报道了超过19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。根据德国当局的说法，这些无人机都是专业级的大家伙，不仅飞得高、飞得远，还具备远程操控能力，甚至拥有先进的侦察功能，行动诡秘，目的性极强。这都已经不是干扰航班了，而是在试探德国防空的底线。面对这种苍蝇战术，德国人忍无可忍。内政部这周直接宣布成立一支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，还要搞个联合防御中心，把警察、军队、州政府全拉进来，甚至要给重要机场装上最先进的探测系统。这阵仗就相当于备战了。德国心里清楚，如果再不采取强硬措施，下一次掉下来的可能就不是航班延误的通知单，而是实打实的航空事故了。另外，对于这种挑衅，捷克总统帕维尔这位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样握紧了拳头，其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大家不应该容忍俄罗斯一再侵犯北约，而是需要强有力的回应，阻止挑衅。俄罗斯这种国家喜欢把别人的克制当成是软弱，只有强硬的态度才能让他低头。要火力军说，捷克总统帕维尔说的还是太克制了。俄罗斯就是一头纸老虎，需要经常用鞭子抽。如果面对他的挑衅不及时做出回应，不把这些越界的无人机打下来，那么这种频繁越界的侵犯只会越来越猖狂。
直到有一天，试探性的侵犯变成了真正的攻击。除了德国和捷克，其他欧盟朋友也在力挺乌克兰，他们公开反对特朗普强行让乌克兰展开选举的提议。特朗普在 Politico 网站的采访中声称，乌克兰是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了。在特朗普看来，泽连斯基把战争当作了拖延选举的借口，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不再像民主国家的地方。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选举问题向泽连斯基施压。早在2025年初，特朗普就直言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权的独裁者，并列出数据，表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4%。但据德国之声报道称，有超57%的乌克兰民众极其信任他们的总统。这说明在民族存亡的关头，乌克兰人是清醒的。特朗普现在重提选举，无非是想制造乌克兰不民主的假象，为他削减对乌援助以及尽快促使俄乌和平协议找借口。但以乌克兰现在的状态，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变故。现在的乌克兰还有几百万人流离失所，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战壕里拼命，根本没有安全的环境来搞总统换届。除了环境，法律方面也不允许。乌克兰现在还一直处于戒严状态。根据乌克兰宪法，戒严期间暂停选举，这是写在法律里的铁律，不是泽连斯基一个人的决定。事实上，如果忽略这些严峻的条件，接受特朗普的威胁去举行选举，那么唯一的获利者就是那个正在入侵的敌人俄罗斯。普京现在巴不得乌克兰乱起来，好让和平协议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面敲定。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让俄军坦克长驱直入乌克兰，那就更好不过了。所以面对特朗普的施压，别说乌克兰人民，就连欧盟委员会也看不下去了。外交政策发言人安妮塔·希佩尔直接驳回了特朗普的提议。泽连斯基一直都是合法的民选总统，想要重新选举，必须在条件适宜的时候才能进行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和平谈话中为乌克兰争取应得的利益，以及思考如何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。为了回击那些说他拿战争当借口不想下台的人，泽连斯基表示愿意让乌克兰尽快举行选举，但还有2个无比重要的前提。第一，导弹满天飞的时候怎么投票？谁能保证排队投票的乌克兰人民的安全？泽连斯基的要求是，只有美国和欧洲能帮忙搞定安全，提供给乌克兰防空保护，哪怕只有60到90天，他就能把选举组织起来。第二，法律怎么过？现在的宪法规定戒严期间不能选举，要想选就得先修法，这需要时间，更需要共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泽连斯基已经喊话乌克兰议员，赶紧起草战时选举的法律提案。等欧洲之旅结束，一落地基辅，他就要看到方案。这番光明磊落的表态，几乎是在打脸特朗普以及谣传乌克兰在搞不民主国家的人。泽连斯基根本不害怕接受民意的检验，他只是害怕选举的时候，俄罗斯会趁虚而入，对乌克兰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袭击行动，导致这个国家在混乱中分崩离析。正如在结束4国峰会后，泽连斯基对记者说，乌克兰绝不会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妥协，不管他未来是否担任乌克兰总统，乌克兰都将寸土不让，而他所做的一切也都以乌克兰人民的安全为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你觉得随着局势的变化，中日的纠纷是否会不断扩大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